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观众再次回到卡拉班生存游戏频道。嘿嘿，又到了我们说故事的时间啦。讲到真枪射击竞赛，众所周知，这个领域通常都是欧美人的天下。一般出生在亚洲地区的人，想在这类比赛中获胜，简直比乐透中奖还要困难。但是在日本，却有这么一位生存游戏大叔，他在完全没有真枪训练的条件下，独自一人默默地使用玩具气枪模拟真枪，进行自主射击训练，并在日后独自前往美国，在 WSSC 真枪射击竞赛中击败当地众多的职业射手，成为历届赛事中唯一一位来自亚洲的冠军选手。这位大叔不是别人，他正是日本知名的玩具枪网红人士介达也。在接下来的影片，我们会简单介绍这位大叔夺冠的过程，并简单交代他的近况。老样子，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加入卡拉班脸书联络处与我们联系。WSSC 世界速度射击锦标赛是美国国内1年1度的本土赛事，目前是由美国实用射击协会 USPSA 负责举办。这是一项和 IPSC 非常相似的射击运动，但是 WSSC 更加重视射手射击时的反应速度。每到关卡，射手必须使用特定的武器来回闯关5次，不仅要尝试击中所有目标，裁判还会从中挑选出4次闯关最快的时间，将其加总作为最终成绩。除此之外，每到比赛关卡都会额外设置一个停止计时靶，射手必须在完全击中其他目标后，才能回头射击此标靶，否则射手的最终成绩会额外增加3秒的时间差。在2004年，当时年仅33岁、默默无名的介达也报名参加了这项美国国内的本土赛事，和 Jerry Michelin 在1979年使用左轮手枪去参加 IPSC 半自动手枪竞技射击总决赛一样。介达也是当时 WSSC 半自动手枪组别内唯一一位来自亚洲的选手，这让许多不认识他的选手当下感到非常疑惑。Why there is a Japanese participant in the WSSC competition? Maybe he has come to earn experience points. 然而，其他射手不知道的是，介达也为了在这次比赛中夺冠，花费了非常多，真的是非常多的心力。首先，由于日本国内并不赋予国民持枪权，这导致介达也在参赛之前有90%的时间只能使用玩具气枪进行射击训练。再来，他也没有钱能聘请到国内外拥有射击背景的专业人士来担任教练。面对 WSSC 所有的关卡和射击技巧，介达也几乎只能靠自己去摸索。更令人雪上加霜的是，当时日本国内每一位得知这个消息的生存游戏玩家都不看好他，纷纷嘲笑他是个疯子。マック堺、暇すぎるんじゃないの。彼は普段のサバイバルゲームでもあまりうまくプレイしていないですね。一体どこからその自信が湧いてくるのでしょうか。なぜ彼は海外やアメリカ人との未重競技に参加したいと思うのでしょうか。然而，介达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的计划。根据他的回忆，他在正式参赛之前所累积的训练时间，每日竟然可能长达14个小时。这几乎是除了睡觉之外，其他时间都花在射击训练上。他为此拼命努力，甚至打坏了好几把玩具气枪。更夸张的是，传说他为了能够全天候进行射击训练，完全不顾家人的反对，将自家后院改造成适合进行 WSSC 射击训练的环境。直到开赛前1个月，他才只身前往比赛场地附近的靶场，使用真枪训练，目的是为了适应比赛中实际开枪的情况，为夺取冠军做好充分的准备。正式比赛开始后，介达也用着最佳准度和最快的射击时间，从中脱颖而出。他击败了 Colt、Smith & Wesson、Springfield Army 等多位知名美国枪械品牌公司的专业射手，其中他还比美国射击界的明星射手 Casey Eusebio 的射击成绩还快出0.59秒。介达也成为美国历届 WSSC 赛事中唯一一位来自日本的冠军射手。赛后在记者会上，他也大方承认他在日本国内只能使用玩具气枪模拟真枪进行射击训练的事情。消息一出，让许多 WSSC 参赛的美国射手倍感惊讶，跌破眼镜，却又深感佩服。至此，全世界有更多的人
加入讨论如何使用玩具气枪代替增加模拟射击训练的可行性。介达也在夺冠回国后，曾一度成为日本生存游戏界的英雄，受到许多当地军武杂志的采访。然而，这段光辉的经历却并未替他的工作带来任何加分的效果，因为介达也本职是 IT 工程师，不曾在工作中刻意提起与枪械相关的话题。他身边有许多同事，至今仍然不知他曾是2004年美国 WSSC 真枪射击竞赛的冠军。但是热爱外形酷似枪械又有扳机玩具的他，没有像 Jerry Michel 那样获得全美冠军后，毅然而然地选择成为全职射手。相反的，他逐渐将心力投入在 YouTube 上，介绍各种像是枪械的玩具，并活跃于日本生存游戏界。他时常会独自前往当地的生存游戏收费场地或 IPSC 射击场地进行游玩。此外，他还透过自身的影响力，在日本国内不定时举办免费的玩具气枪比赛和玩具气枪操作教室，鼓励未满18岁的学生参与，借以推广生存游戏，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这项优质的休闲活动。如今，介达也已经52岁，他所经营的频道却已成为日本最大的玩具枪介绍频道，目前拥有超过50万名的订阅者，是全世界生存游戏玩家不可错过的频道之一。如果大家有兴趣想深入了解的话，可以透过影片下方资讯栏的网址点选过去，看看这位低调冠军的频道。好啦，这次的影片就先拍到这边，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故事。我是阿耀，我们下次见，拜拜。